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《80岁身体的变化与准备》这本书。本书推荐给那些想了解80岁以后身体变化以及应对方法的人阅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80岁以后，身体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；第二，接受衰老，继续生活的诀窍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80岁以后身体会发生这样的变化。我想明确地告诉大家一件事：80岁是一个需要学会接受衰老的时期。当年龄超过80岁后，患上认知症和癌症的人会逐渐增多，即使经常动脑，也难免会出现记忆力减退。有些人则会因为轻微的脑梗塞等原因而变得行走困难。无论多么努力，随着衰老的推进，身体总会出现一些无法再恢复的部分，这一点只能接受。不过，接受衰老的方式是可以有所调整的，比如听力下降时，可以使用助听器；走路不稳时，可以使用拐杖；如果上厕所变得频繁，可以使用成人尿布。如今的成人尿布性能很好，并不会妨碍外出活动的自由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做不到的事情确实会变多。但如果只是一味的叹气，是无法继续前进的。现在有许多便利的辅助工具，只要善于利用这些工具，生活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。大胆地借助工具的力量生活，这正是让晚年过得幸福的秘诀。因此，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学会接受衰老。年纪大了之后，身体会发生这样的变化。当人进入高龄阶段，身体会变得更容易出现药物副作用。然而，在日本却存在一个矛盾：年纪越大，服用的药物反而越多。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调查，如果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，在60多岁时，因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会下降；但是到了80多岁时，药物带来的好处与副作用的风险会相互抵消，死亡率并不会明显下降。也就是说，80岁以后，药物带来的益处可能会减少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多种药物同时服用，药物吃得越多，副作用就越容易出现，其结果就是容易出现一种叫做谵妄的状态。谵妄是一种意识障碍或暂时性的认知功能下降，这种情况通常在全身麻醉之后才会出现，但在老年人身上，仅仅因为药物影响就可能发生。由于副作用很容易影响到大脑，所以年龄越大，越容易因为药物而出现意识障碍。身体机能的变化，以行走能力为例，根据2000年的数据，79岁时还能正常行走的人超过 85%， 而在1980年，这一比例只有 75% 左右。因此可以推测，现在这一比例可能更高。主要原因是营养状况的改善。过去的老年人在成长时期，往往营养不足，尤其缺乏蛋白质，而现在人们能够获得充足营养，因此在行走能力方面其实不必过于担心。另外，即使身体能力下降，也不会立刻变得非常虚弱。即使体内水分减少，肌肉减少 30%， 对日常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心脏的泵血能力虽然会从年轻时的 4.6 倍下降到 3.3 倍，但仍然不会因为走路就气喘吁吁，肺活量也仍然足以维持日常生活。大脑功能也不会因为到了80岁就突然急剧衰退。作者认为，很多人以为一旦年纪大了就会马上变得非常虚弱，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，因此没有必要过度害怕身体的变化。衰老是无法避免的，但只要不慌张、不焦躁，以平常心去接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接受衰老，继续生活的诀窍。在这一部分中，作者介绍了5个习惯，帮助人们在接受衰老的同时，依然能够积极的生活。只要有意识地实践这些习惯，就能够不勉强自己的度过每一天，让人生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。习惯一，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很多人因癌症去世的国家，降低胆固醇主要是为了预防心肌梗塞，降低血压则是为了预防脑卒中。因此，
只要检查数值稍微超过标准，医生往往就会开出很多药。然而，在日本，大多数人的死因其实是癌症，因心肌梗塞去世的人数只有癌症的大约1/12，而因脑卒中死亡的人数也只占很小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与欧美国家不同，在日本，比起心肌梗塞或脑卒中，更需要警惕的是癌症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为了过度控制胆固醇、限制盐分，勉强自己吃不好吃的食物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样做反而可能降低免疫力，积累压力，反而更容易导致癌症。如果意识到日本是一个癌症死亡率很高的国家，那么最重要的预防方法就是保持良好的营养状态，提高免疫力。因此，了解这一点，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营养和饮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习惯2：保持意欲和动力。我们真正追求的生活，不应该只是勉强延长生命，只是呼吸着，却像已经死去一样的活着。这样的生活谁都不愿意。想要健康快乐的生活，最重要的是保持意欲和动力。产生抑郁的脑部区域在前额叶，而前额叶在接触新的事物时最为活跃。也就是说，增加新的体验是保持年轻的秘诀。不过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进行什么宏大的挑战，关键只是尝试一些稍微不同的事情，例如在日常饮食中加入新的体验，不去平时常去的餐厅，而是去一家从没去过的店，即使是喜欢的拉面或披萨，也可以换一家新店尝试。如果是一家排着长队的餐厅，不妨也排队试试看，找找它受欢迎的原因。如果好吃，那就是一个开心的发现；如果不合口味，也能确认还是原来的店更适合自己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这些新的体验都会刺激前额叶。相反，当人们忍受讨厌的事情，勉强做不想做的事，前额叶会承受巨大的压力，从而加速衰老。因此，要尽量减少压力。从现在开始，可以这样生活：不再做讨厌的事情，不再勉强自己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进入80岁以后，要有意识地增加新的体验，同时尽量避免忍耐和不愉快的事情。这正是激活前额叶、保持年轻、度过充实晚年的秘诀。习惯3：重新思考没有充分证据的延命治疗。人类谁都无法逃避死亡，无论是什么治疗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最终都只是延长生命的治疗。无论是降血压，还是降低胆固醇，本质上都是如此。问题在于，日本的很多延命治疗缺乏充分的医学证据。如果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对比研究，其实很难确定这些治疗是否真的有效。例如，药物确实让胆固醇数值下降了，但是这些数值下降的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很多研究其实并没有继续追踪调查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数值恢复到正常范围，也不能保证疾病真的被治好，寿命一定会延长。因此，作者认为，是否完全按照医生的话去做，其实也是可以思考和选择的。为了可能只延长一点点寿命，却不断忍耐各种限制和痛苦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？如果能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至少在当下是确实能够获得满足的。很多癌症患者在被宣告余命、进入临终关怀后，反而被允许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正是因为停止延命治疗，人们才重新获得了自由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是否也可以在更年轻、更健康的时候，就选择停止一些治疗，从而更加自由的生活呢？作者表示，他自己也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。习惯4：现在能做的事情，要让自己明天也能继续做到。到了80多岁，如果身体的某些功能长期不用，就会迅速衰退；如果连续很多天不走路，就会逐渐变得无法行走；如果不动脑思考，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。这样一来，将来需要长期护理的风险就会增加。因此，
要尽量保持现役的状态。如果过早退休，然后每天什么都不做的度过，那其实只是增加晚年生活的风险而已。如果现在还能开车，就不要轻易放弃开车；如果现在还能做饭，就应该继续做饭，不要减少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，始终保持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心态，正是延缓衰老、让晚年保持活力的重要秘诀。习惯5：注意自己的外表。你是否因为没有外出的计划，就整天穿着睡衣或居家服懒散地待在家里呢？如果长期这样生活，大脑就缺少刺激，前额叶的功能也会逐渐衰退。改变这种状态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让自己打扮得更有精神一点。当你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看起来更年轻、有活力的自己时，心情也会随之变好，背部会自然挺直，表情也会变得更加明亮。这样一来，人也会产生想要出门走走的心情。在日本有一种风气认为，通过美容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是不好的。有些人觉得顺其自然的衰老才是美，但作者认为，这种贬低变年轻的氛围并不好。作为长期研究抗衰老医学的医生，作者甚至会反问：让自己看起来年轻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比如，如果头发变少了，可以考虑植发；如果在意皱纹，可以使用肉毒素或玻尿酸。平时也可以好好护理皮肤和头发，打扮得体的出门。甚至有研究发现，如果在医院里为高龄女性化妆，她们会变得更加精神，康复速度也会加快。也就是说，注重外表不仅能改善外观，也能让内心变得更有活力、更年轻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对于老年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。过去人们的目标只是活得更久，但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的是，不仅长寿，而且要活得有活力。那么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活力呢？当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，通常会想到这些画面：心情积极开朗，经常微笑，喜欢聊天，吃得香，腿脚依然有力。归根结底，能够感受到幸福才是健康与活力的本质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衡量健康的标准不再只是检查报告上的数值，也不是有没有某种身体障碍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是否觉得自己是幸福的，即使腿脚不方便，需要坐轮椅，但还能到处出门，觉得生活快乐，即使卧床或患有认知症，仍然可以和别人交流，吃到美味的点心，并从中感到幸福。如果能够这样生活，那就已经很好了。80多岁，其实是一个享受人生的阶段，不要过于在意身体的变化，只要每天都能充满活力的度过就好。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珍惜当下活着的每一刻。与其总是想着因为衰老而做不到的事情，不如接受衰老，并把注意力放在我还能做到这些事情，这样生活会更加轻松。只要意识到并实践今天介绍的这5个习惯，你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加充实。人生的后半段其实是属于自己的奖励时间，请好好让现在的生活闪闪发光地继续下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